现在我讲这个良乡的事。后来这个良乡啊，关押在良乡的人呢、已经不是没有犯人了，也没有劳教的、劳动教养的也没有，全部都是二劳改，就是刑满以后不准回社会的、留长就业的人叫做二劳改，全部是二劳改。那么规定平时也不许出这个大门，它大圈嘛，对不对？那个是监狱嘛，实际上就是说是机械厂，实际上就是监狱嘛，它有围墙嘛，对不对？大铁门。平时这个二劳改也不许出大铁门，只有每礼拜天可以请假，向队长请假我说要出门买点东西可以，但是这个呢，批准不批准由队长决定。队长认为你没有问题是吧？你不会出问题，或者你合格的，可以请假批准你星期天。那么队长认为你这个人不行，有问题问题人物，对不对？不批准，你还是不能出去，是吧？所以这个区别就在这里，是吧？好了，那么他们出去，当然到这个去买东西了，就到农村或者去买东西，当然接触社会了。你想一想，这个公安人员为了要让老百姓监视这些二劳改，因为二劳改出去以后，他跟社会接触了嘛，对不对？公安人员为了老百姓监视这些二劳改，散布谣言他散布一种谣言说关押在这个机械厂的人全都是特务，所以周围的老百姓都叫这个机械厂叫什么呢？叫特务楼。这个是公安人员故意散布的，让老百姓监视这些人这些人都不是好东西的都是特务。所以你的活动你想做非法活动不可能的，你根本就是已经在老百姓的监视网之内这个是公安人员特地散布的，就是说这些人全部是特务所以他们管这个机械厂老百姓叫特务楼，这个是良乡的这个特点好了，我举几个例子的人物是值得举的，这个因为这个很特别。有一个人我忘记了他名字叫什么，大家都叫他老白毛，因为他是头发全部是白的，老白毛。他也是60、70岁的人嘛，老头了他是原来跟周恩来同学的同学后来他到美国留学了，成为教授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就要求他了，回来祖国参加建设祖国，他就回来了。但是回来以后呢，不适应生活不适应了。那个在美国是过惯那个自由生活了，对不对？那在中国很多限制嘛他不适应，他要求回美国
不允许，不批准了，不批准呢，他要找仇恩来，不许可，但是他一定要找，这个就算是什么呢？无理取闹，就这个名义无理取闹，就可以把你劳动教养。那个讲到劳动教养的事，我已经讲了，对不对？什么人被劳动教养？我讲了这个，其中之一就是无理取闹，这个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叫你不准找周恩来，就是不准。你不听，你一定要找，你就是无理取闹，生气教养3年。刑满以后，不是，他不叫刑了，因为他不是判刑的，解除教养以后，他还坚持要找周恩来，那他就成了问题人物了。这个就成了问题人物了，对不对？好了，你解除以后，3年被解除，那就是你问题人物了，那就属于问题人物啊，那就礼拜天你要请假都出去都不可以了，因为你一请假，你要去找周恩来了嘛，你要胡闹了嘛，就变成你要胡闹，就不允许你了，就这个礼拜天的假期啊。请假这个都没有你的份儿了，也就是说，永远关你了，不许可你出那个大铁门。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老白毛是吧？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这个很典型的例子，是不是？就是解除教养以后，假如你是被当作问题人物，不允许你出社会，天天跟那个犯人一样的，是不是啊？好，我再举2个例子，里头这个我都认识的人，这个老白毛当然我也认得他，他因为当然他很苦恼了，对不对？他干什么呢？每天没有事吗？对不对？就种花，他小花盆呢，种很多花，他拿这个来作为一种消遣嘛，对不对？种花。几十盆嘛，种花嘛，这是一个老白毛的生活。还有2个人，我都认识，一个就叫林文瑞，他是日本华侨；还有一个是好像是朝鲜人吧，朝鲜华侨吧，我忘记是朝鲜或者日本人，我忘记了，我也忘记他的名字。反正他是华侨。他们2个是很好的朋友，这个可能是朝鲜人，他跟那个老白毛一样，他要回朝鲜，不许可，但是他坚持，他说他一定要回去，他也是教养，但是呢，因为他一定要坚持要回朝鲜，也成了问题人物。不允许他出门。这个日本华侨允许他每个礼拜可以出门，他没有坚持说一定要回日本，是吧？他没有闹事吧？按照共产党的标准说，他没有闹事。这个朝鲜华侨呢，他要闹事，对，待遇是不同的，一个是允许礼拜天出门，一个不允许，这个是在良乡的事情，是吧？这个也是一个例子，这个教养分子欧拉怪是怎么生活的这个是一个例子。好了，不久到66年春天，大概是5月份吧，大概突然爆发了一个运动，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可是跟过去的运动不同了，那是很厉害了。
那么有家那个二劳改有家在北京的，他们可以请假，有家的可以请假，啊，他们请假回北京，回来就说了，啊，我没有去北京，因为我也不能去北京，就听他们说了，文化大革命在北京闹得就很厉害了，什么，把那个招牌啊拆掉，啊，认为有封建意识的那个招牌，那么他是破四旧嘛。啊，破什么旧思想啊、旧风俗习惯啊等等，是不是？改这个街名啊，什么这个东交民巷改成什么反地路吧？大概是不是啊？还是反修或者反地路，我都记不清了。对，改街名，打破这个招牌啊，还有打人，还有这个。穿那个牛仔裤的，剪掉他的牛仔裤，啊，头发那个留长发的剪掉，啊，破四旧啊，这个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吧？那个穿鞋的，尖皮鞋，那个资产阶级的也不可以，最典型的穿那个牛仔裤啊，认为那个是资产阶级，实际上那个牛仔裤在美国是劳动人民穿的嘛，对不对？什么是资产阶级？但是到中国就成为资产阶级的衣服了，剪掉啊！我们就听说了，这个是开始啊，杀人啊什么这个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对不对？改街名啦，拆招牌那个刚开始，我们就听说了，对不对？啊，我就。好了，这个还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啊，这无所谓了，听听无所谓。突然，于厂长做报告，这个可是厉害了，啊，这个可是厉害了。动员报告，啊，到新疆。去，就是说，所有的二劳改啊，当然他不是二劳改啊，就业人员啊，好听啊，说就业人员，除了老人，除了有病的，都必须到新疆支援。新疆的建设，啊，这个厂长做报告，注意啊，除了老人和有病的，都得去，啊，不去也得去，那个口气是非常强硬，因为那个文化大革命，那不是简单的事了，对不对？那个是不跟你客气了，从前呢还。讲话什么还客气一点，对不对？这个我跟不客气，不去也得去。这是厂长做报告，啊，他的手段很厉害呀。这个是硬的一面，软的一面，放映新疆的影片、纪录片。新疆是好地方，对不对？哎，有葡萄。又有哈密瓜啊，还有新疆姑娘啊，漂亮的唱歌，对不对啊？跳舞啊，这个是软的啊，这个是引诱嘛，对不对？软的，那个是硬的，这个是软的。那么一些小年轻啊，头脑简单的，哎，他还挺高兴的。好，有到新疆吃葡萄啊，吃哈密瓜干啊，还有吃羊肉啊。还有人幻想还有新疆姑娘啊，是不是幻想啊？你不可能嘛，那个不允许你，实际上不允许你，对不对？啊，根本你想去新疆，那不可以的。实际上，但是小伙子嘛，他头脑简单嘛，他一看这个影片，所以这个共产党很厉害的手段是很厉害。给你看这个新疆的影片，那个年轻人头脑简单的，哎。他就认为不错啊，到新疆不错，他就缓和这个抗拒心理了，接受了，
哎呀，头脑简单的，有头脑的，他就不愿意去了，对不对？但不敢说啊。我当然很清楚了。他说那个地方，他说了巴楚，一个巴那个巴楚国的楚巴楚。我是有头脑的人啊，我跟那个小年轻不同。我马上查地图，我一看那个地图，大沙漠旁边啊，一个新疆一个城市啊，塔克拉玛干那个中国最大的沙漠旁边一个城市巴楚啊，这样。那么他提出什么呢？你看呢，这个实际上是强迫嘛，对不对？强迫，但是呢，这共产党办的事，哎呀，真是我跟你说。但是呢，他要求你自己写申请书，自愿到新疆。你看，这个本来是强迫的事，但是他要你写申请书，就等于不是强迫了，等于我自愿的申请到新疆，自愿建设边疆。你看他的手段，要你写自愿申请到新疆，每一个人都要写一份自愿书，就是这样。那么允许你什么呢？他是放假3天，利用这个时间叫你们去买日用品，因为新疆那个日用品比较缺，对不对？啊，你需要的东西嘛，褥子啦、被子什么，这个你需要的日用品，让你去买，给你3天的假期放假。那么有人他家里在北京的，他有自行车，对不对？啊，有自行车，啊，那个是脚踏车嘛，对不对？北京叫自行车，在南方就叫脚踏车嘛，啊，那个香港叫单车嘛，是吧？那个自行车。然后有人就问队长了，问那个公安人员了，我们能不能带自行车？那个队长就亲自告诉他，就不客气了，连路都没有，你带什么自行车啊？啊，就告诉你那个是沙漠，没有路，房子都没有，你们暂时住在低窝子。公开跟你讲了，他不客气了。要从前他不会讲这个了，对不对？他的保密啊不能讲，现在他就不客气了，明说没有房子，你们暂时住在低窝子。什么叫低窝子？就在沙地上啊，挖坑，上面搭草棚，你们就是住在那个洞里头。等到你们自己盖房子，明跟你说了。我一听，这就完了。我当时有肺结核啊，他说是有病可以不去，但是我想，好在我有病了，坏事变成好事了，对不对？啊，我应该我可以不去，那个厂长亲自讲的嘛，对不对？好了，过几天公布名单，有我的名字冯国强。我一想，我如果去新疆，对不对？住在那个沙漠低窝子，我一定死。我一起死在新疆，我不如再逃跑。啊，我跟那个想法，跟那个小年轻啊，小年轻他有的人他不是约你去吗？我的想法跟他完全不同，但我不敢讲。往哪跑？中国的这个边界我全研究透了，啊，但是我不敢再想去云南，因为我想过去云南的时候，不是判我无期徒刑了吗？
如果我再想去云南，比方说我再想去那边被抓，那屡教不改，废枪必不可。所以云南的事我不敢想了，那不能去啊。那么到哪里去？跑到哪里去？到香港啊。那么之前呢，我认识一个马来亚的华侨，叫方彼得。抗战期间，他参加中华民国的空军，到美国受训。他是驾驶战斗机啊，但是没有参加战斗，日本就投降了。后来他就参加民航，啊，参加中华民国的民航。那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在香港民航啊，就起义了，归顺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后来他搬到天津了，我就在天津认识他的这个方彼得，他就告诉我，他也不习惯住在中国，对不对？他主要是不自由啊，是吧？这个限制那个最主要就是没有自由啊，他申请回马来亚啊，当时是马来亚，还没有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后来的事，就叫马来亚。他申请回马来亚，不批准，他就逃跑，逃到澳门边境被抓了，啊，抓回天津，啊，但是因为他是起义者，是不是？没有给他处分，就等于照顾他了，好像是警告他了或者什么，是吧？没有给他处分，抓回天津，没有给他处分。我在天津认识他告诉我一件事，有几个华侨学生逃亡到香港海域游泳偷渡，有几个人为了表示同生共死，他们把手绑在一起，把手跟手绑在一起，共同游泳，偷渡到香港。他告诉我，他们已经越过那个境界了，已经越过中国的境界了，但是还是被边防军开枪，全部打死。这是方彼得告诉我的。偷渡香港已经越过境界了，还是被打死了。那么我想，香港那个地方那个边界一定防卫的很严，是吧？很难了，偷渡到香港，我想是很难了，一定很多边防军，对不对？密度一定很大的，是吧？你跟那个云南，我想是不同的。云南那个广阔的荒野，对不对？那个香港那个地方，那个边界一定的防卫的一定很严了，是吧？那个很难了，我想是不可能了，是吧？偷渡香港是不可能的，我是那么下结论所以我也不想走香港的路你偷渡，你的估计有可能，你才偷渡嘛的。你如果估计不可能，那你偷渡干什么？这个是第二个人。第三个，有一个他自称为美国华侨，我也认识他，在北京认识的，他叫于力于，我那个于力，鼓励的力叫于，他自称为美国华侨，他也申请回美国，也不许可，也是要逃跑，他逃到西藏了，他想从西藏逃到印度去，但是在昌都被抓回来了，这是他亲自告诉我的。
那么不管是云南，不管是香港，不管是西藏，那个太远了，离开北京太远，我根本没有那个路费，是不是？那个想都不用想了。所以这个3个地方啊，我不能想了没有路费不可能去，所以不想了。我只是举个例子，对不对？那么往哪去呢？我往北看了。往苏联边境看了，对不对？那个有个黑龙江，大家都知道，对不对？我游过去没有问题，因为我游泳很不错的我拿过北京市50公尺自由泳第4名1952年在北京市我拿第4名，那没有问题。鸭绿江那个不是那个黑龙江游泳，那没有问题。夏天对不对？夏天如果冬天呢，走那个冰块，对不对？这个可能性是比较现实逃到苏联可以成功。问题在哪里？当时中苏是最大的敌人中国把苏俄当作第一大敌人比美国还要严重而且苏联是很坏，凡是偷渡到苏联的中国人都送回来，全部枪毙。我认识一个宋慧敏送回来就是枪毙，这个我认识的人这个不是空话宋慧敏枪毙了。所以苏联不能，是不是？你偷渡成功了，送回来枪毙，不能去。那么最后，我边界全部研究什么地方可以突破？只有一个地方丹东、鸭绿江偷渡到北朝鲜，只有一个地方。而且那个离开北京，我有那个旅费，我的旅费刚好可以买车票到丹东，所以这个唯一的突破口那么后来有人笑我了，你是出了虎窝，你入了狼窝出了虎窝，出了虎穴，入了狼窝。你不知道那个北朝鲜是狼窝吗？你怎么要去入狼窝？我当然知道它是狼窝嘛，我怎么不知道它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怎么不知道它也没有自由对不对？跟中国也半斤八两，对不对？我怎么不知道我当然知道，但是问题是在这里，是吧？有人一个中国的朝鲜族叫做许俊高，他是跟我一块劳改的，他告诉我当然是偷偷告诉我，他是朝鲜族，他有亲戚在北朝鲜。他说中国人如果逃跑到北朝鲜他们收他们缺劳力是或者你有一点技能的，他也要用你。他跟我说他收。那么我一想，假如他收，虽然他是狼窝是吧？共产党国家也是共产党国家，如果他收，肯定比我到新疆好得多嘛，对不对？我新疆是在沙漠还住在那个沙漠，住在那个地窝子。我如果他收我，他不会把我当作反革命嘛？起码我可以生活嘛，我可以劳动，我可以工作，甚至我可以娶老婆，对不对？暂时生活在北朝鲜，对不对？暂时嘛。我第二步在想，将来如果有机会呢，再想办法逃回自由世界。这个理想，最终的理想，这是再回到自由世界。但是这个理想不能够一步登天，走一步说一步
我的计划是这样，所以我决定逃跑的北朝鲜。我这个是经过考虑的，不是乱搞的，不是瞎搞幻想，详细考虑，详细比较假如他送我，他这个收我，对不对？我暂时留在北朝鲜，将来再想办法回到自由。这个是一个，我也想最坏的情况万一他送回来呢？我也想我估计最多不过劳动教养3年吧，因为他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吧，你不会，他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对不对？我估计最多劳教3年，无所谓了，我认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估计错了，这次下次下回分解下回再说，对不对？我估计错了这个下回分解再说，究竟后来判我多少年？下回分解。好了，决定逃跑了所以那天放假3天我借这个机会跑了跑到北京我到一个朋友的家好，他那个文化大革命很厉害了，家家都要把毛主席的像挂在大门口那个时候是抄家，开始抄家了他这一家是认识一些华侨，他也被盯着了，这家也被盯着了可能要抄他的家，浑身发抖那个女主人浑身发抖准备要抄他的家，恐怖的气氛到这个地步，我都不敢待了。我一看他这个浑身发抖，我不敢待了，我跑了。在那个鼓楼大街，我亲自看，红卫兵一群的红卫兵，就是初中生13、14岁的女孩子，拿着那个皮鞭看那个铜头皮带抽打趴在街上的那个一个妇女说她是地主婆，那个妇女是趴在那个街边12、13岁的这初中生女孩子拿那个皮鞭抽她的屁股，满屁股全是鲜血鼓楼大街我亲眼看的，这个就是文化大革命最典型的街头镜头街景，我亲自看。好了，天黑了，我去找谁呢？许尊高，我找他的家在北京，就是告诉我那个朝鲜可以收人那个许尊高我到他的家我还要打听关于朝鲜的事，因为他一家人都是朝鲜人，他是中国的朝鲜族。我一进门，刚进门，7、8个红卫兵来了，跟踪我你叫什么名？哪一个单位？哪里来的？你来这里干什么？因为徐春稿是劳改的嘛，劳改就是劳改家庭，就是有问题家庭成了问，他定着了，这个是吧？这个是劳改户
是吧？我还没有找到这个祁仲改的妻子啊，父亲，我还没找到他，红卫兵就把他截住了，啊，就不让我找那个主人了，啊，你叫什么兵？什么单位？我不能不说啊，单位2箱啊，你找他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劳改犯吗？啊，不可以找他，把我押到派出所。当然，红卫兵也没有理由整我，对不对？因为我没有犯法嘛，对不对？他也没有理由整我，他就把我交给派出所了，啊，交给派出所，他走了，红卫兵走了，他走了。那么派出所就问我啊，你怎么回事啊？我就是去找，就是找基准稿嘛，我没有做别的事。啊，派出所说走，派出所不理我。是啊，我没有罪嘛，我没有错。你要派出所他也不愿意管这个事嘛，我没有犯什么错嘛，对不对？派出所就赶我了，走人。我们不留你。我说我往哪走？我等下走，红卫兵又把我抓了。他说不管你走，我们不留你。砍我晚上啊，我没有办法，正好了，到时候我到火车站买票，是不是？赶我正好了啊！我叫人买票，我买到，但是我买票呢，我不敢买到丹东的车票，我怕，因为丹东是大城市，对不对？啊，我怕有追兵，因为追兵可能要追我的，我是很小心的，我不敢在大城市，大城市很复杂，对不对？我就在丹东的前一站小站啊下车啊，那边没有人嘛，对不对啊？不会有人对不对？我就偷偷下车了。我很谨慎对不对？很谨慎，因为你差一步就被抓了，对不对？很严的那个社会。假设我在丹东下车，然后到鸭绿江去，假设是这样，对不对？你没有下水，早就把你抓了，是不是？我很紧，后来证明我这个设想完全是正确的。后来证明正是我的，有一个人就是这样，北京的一个人，他是书呆子，他就在丹东那个江边，他要下水，要游泳，要渡江，就被抓了。没有过江就被抓了，跟我想象的完全符合。这是后来的事。有一个小年轻他很简单，他以为他就下水就游泳过去了。你下水马上那个群众马上就抓你，知道你下水是要偷渡嘛，是不是？你偷渡就犯法了嘛，对不对？抓你。所以我不那么傻，就在丹东那个江边下水那我不那么傻，我等于是送给他了嘛，对不对？我是在前一小站下车，那么我下车以后，我都不知道我没有地图，我不知道鸭绿江在哪里我不熟嘛，我不是当地人究竟那个江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目的是鸭绿江那么我要问人但是我问人我也不敢问鸭绿江在哪里？你都不能问你问鸭绿江在哪里，马上检举你了，对不对？你一说鸭绿江，人就知道你要逃往鸭绿江。我不敢，我变一种说法，怎么变呢？我就问他了，我就问那个当地人我编造谎言我说某某工地，我随便编了105工地在哪里？根本没有那个工地，我瞎编了。我问那个当地人，我说105工地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根本没有那个工地呢，对不对？
我说那个工地是靠近鸭绿江边呢，那么鸭绿江在哪里呀？我们这个间接的问他鸭绿江呢，他就告诉我了，在那边。那我就知道了，鸭绿江在那边，我就奔着鸭绿江去了。对，我变相的问，是不是？我不问鸭绿，我是问那个工地嘛，对不对？我说那个工地是在鸭绿江边，那么鸭绿江在哪里？这个变相问，是不是？他就不怀疑我了，对不对？他只知道我问的是工地，不是问鸭绿江，对不对？我的目的是问鸭绿江的，这个你是想办法编谎言嘛，对不对？我就奔那个鸭绿江去了。那么我很小心了，我很小心了。我知道当时很盛行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嘛，人人一本，对不对？我也拿那个一本，我也买一本，我就手拿出那个红书小红书，是不是？表示我是很左派，对不对？我手里就拿那个红书一面走，故意拿这个红书嘛，让人看嘛。我是拿那个红书，毛主席语录嘛。我一直走，发现了鸭绿江，但是那个很宽，我游泳是很好，但是我的体力不一定顶得住，那很宽了，那个鸭绿江，丹东市的鸭绿江很宽了，而且那个时候天亮了，我是早晨到的那个地方，那是天亮了，我不可以在那边下水，是吧？不可以在那边下水，一定要在夜晚下水，白天是不可以下水，一定抓你的，看到你下水，那个群众一定抓你的，我就怎么样呢？那个顺江有公路的，顺着那个江它有它是那个江是东西向嘛，对不对？它是，对了，我说那个丹东市的对面，江的对面就是新义州，就是朝鲜的第二大城市，它是相对的，所以丹东市对面就是新义州，朝鲜第二大城市，我的目标就是新义州，但是我不能在那边下水，我就顺着那个江逆江而上，有公路的，顺那个江边有公路，我就顺着那个公路走了，一直走，你看从早晨一直走到傍晚，你说我走了多少公里？你说每一个钟头如果走5公里，那我走了多少？10多个钟头这个可以估计的吧？我走了多少公里？我走了一整天步行顺着那个江上去，到傍晚了，我就钻到那个高粱地躲起来，等到太阳下山，暗了，天暗了，我才渡江。那个江面很窄，很容易游过去，江面很窄，那么，哎呀，说起来这个实在是，我说的这个不是小说是真实的情况但是跟小说一样，是不是这个是很怪的。我正在游到江中突然有那个汽艇来了。那个汽艇是什么？是边防军的巡逻艇嘟嘟嘟嘟嘟嘟来了，哇，糟糕了这个我想完了，这下子完了，对不对？我正在江中来了，突然那个汽艇停了，
他又喊机器坏了，他说机器坏了，那个汽艇也停了，巡逻艇啊，天哪，等于救我的命了啊！我就继续往前上岸了，我等于胜利了，对不对？到朝鲜了啊！我上岸的时候啊，我就捡了一包的沙子作为纪念，是什么呢？象征我将来的自由的土地，是将来啊，回到自由世界，作为第一步，这个自由的象征呢，我捡了一包的这个沙子，作为自由的象征呢，我就上岸了。那么那个新义州是在西边呢，对不对？我上岸的地方是在东边了，它那个鸭绿江是东西向的嘛，对不对？那么我还得返回来到新义州嘛，对不对？那个很远呐，那没有路啊，在朝鲜，在那个境内，朝鲜的境内没有公路，只有什么呢？玉米地，它全部是种玉米。另外那个野草啊，它有刺的，那个野草是有刺的，它没有路，我只能走那个野地啊。我的小腿啊，全部给那个刺啊，全部出血呀、我的小腿啊，全部血。我没有办法，我忍着啊，往回走嘛，我就往回走。啊，在中国我是逆江而上，对不对？这次我是顺江而下，啊，走野地。啊，在中国境内我是走公路，这次没有路，我是走野地，非常辛苦。啊，小腿全部血。走，那个玉米啊，刚好是灌浆，可以吃，但是我不敢多吃，因为你多吃拉稀啊，对不对？我都很小心的，你不能多吃的。但是我饿啊，没有粮食啊，很饿啊，我只吃少量的。你吃的太多，你拉稀啊，对不对？那更麻烦了。那个玉米啊，正在灌浆啊，我吃了一点，走，突然有人了，发现有人了，哇，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是追兵啊，有人，他也跑，我也跑，双方都怕的，啊，就是说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人，啊，他也跑，我也跑，啊，后来我跑，我又回到那个江边，我看了一只船呢，装满玉米。原来那个人是偷玉米的，一个船呢，全部是玉米，他是偷玉米的，啊，究竟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我就不知道了，我就不管这个事了，我继续走，啊，顺江，走野地，走，实在走不动了。你看我走了多少小时啊，我走不动了。累啊！我想躺下睡觉啊，但是那个土地是湿的，江边嘛，不能躺。只能什么呢？只能找一个木头，坐在木头上。睡觉了！我生平第一次坐着，他睡觉了。就是说，这个人累到什么程度啊？我生平没有坐着能睡觉，啊，睡觉了，睡到什么时候啊？听到那个《今日陈将军之歌》，那个是朝鲜的国歌，那个我很熟了，在中国经常播啊。那个歌，那个歌是很雄壮的啊，《今日陈将军之歌》。我听到了，那个歌声是从对面来，那个已经天亮了，
他是播那个歌，哎，我就奇怪了，怎么那个歌声是从对面？那么我坐的这个地方还是中国的领土啊，对不对？我操，那怎么回事啊？我不是过江了吗？我怎么现在怎么朝鲜变成在对面了？我都糊涂了。但是后来我研究了地图，哦，原来那个江啊是拐来拐去的，不是简单的，它弯来弯去的，对不对？啊，我坐的地方那个啊，还是中国的土地，朝鲜是在对面。他因为那个江啊，那个画图才看得出来，说不出来的。因为后来我研究这个地图啊，我才知道，啊，那个江边那个江不是简单的，它拐来拐去的，很多港岔什么，是不是很复杂的？啊，我就很恐怖了，啊，我还是在中国啊，我立刻渡江了，我跑了，赶紧跑了。那个江就比较宽了，啊，水流很急，啊，因为我脱衣服嘛，我带背包嘛，对不对？我差一点淹死了，所以这个逃亡啊很危险啊，这个逃亡啊真是要命啊，我没有那个体力啊，对不对？啊，那个水很急啊，我差一点淹死啊，我没有力量了嘛，对不对？啊。我没有力量了嘛，好在就是还最后挣扎上岸了，啊，上岸呢，我就投奔他们了。我等于不是偷渡了嘛？偷渡是偷渡，偷渡要路上，但是我是投奔他们嘛，对不对？我投奔他们，那么到这个是朝鲜土地了，那个地里头，那个是已经早上了，对不对？啊，天已经亮了，地里头劳动的全部是妇女，全部是妇女，没有一个男的，啊，他们都很惊奇了，他们看我很惊奇，啊，他们可能以为我是美国的空头特务啊，大概是吧？因为我带着背包，对不对？啊。他们可能以为我是空头特务了，哎，我投奔他们。那么只有一个男子，啊，那个村子啊，全部是妇女，只有一个男子，他会说几句汉语，啊，你是哪里来？啊，他还会写几个汉字，但是说不清了，就会几句话，也说不清。他就把我领到一个小房子，那个房子呢？挂那个金日成的像，就是他们的党部了，啊，这就是他农村的党部嘛。后来呢，把我用汽车、卡车把我送走。那么卡车呢，走很长的时间呢，啊，走很长的时间呢，才到那个悉尼州。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做安全部，它的安全部。那么有一个朝鲜的干部了啊，就是接待我了，啊，接待我的。他自称啊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他在中国留过学，他会中国话，所以跟我沟通是很方便的。他就首先检查我的身体，把我所有的身体、所有的东西啊拿出来。我不是说我捡了一包的沙子吗？我本来想做纪念呢，象征自由啊。他首先他说这个是什么？我说沙子，啊，没有用，他就扔掉了。我是很珍贵的嘛，我是把它当作象征是自由的嘛，他就认为没有用啊，扔掉了，啊，这个沙子对不对？然后检查我的身体，看我的东西全部交出来，对不对？我的小腿全部是红色，全部是血，啊，我也给他看我的小腿，
啊，他也看到了，而且我发烧了，我发烧了啊，我也要求一点药给我，是吧？好，他就给我安置在一个小屋子里头，啊，没有关，没有锁起来，因为我投奔他们的嘛，对不对？我不是非法的嘛，对，我不是犯法的嘛，是犯什么？我是投奔他们嘛，对不对？投奔他们嘛，所以他给我安置呢，不是监狱。那么那个房子的外墙啊，那个墙很短，我可以跳过去嘛。我如果要跑，可以跑嘛，是吧？不是监狱啊。那么就开始问我，你为什么要来到朝鲜？当然我就跟他说了，文化大革命的事啊，叫我到这个新疆啊，我从头跟他讲，他就细问我了，文化大革命怎么发生的，是吧？天天问我，就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事。就这个干部啊，不问别的，就是问文化大革命的事啊。那么吃饭，带我到干部食堂吃饭，那个全部是干部啊，最有军人，我一看知道，那少尉最低的军衔呢是少尉，是干部。他的饭有一个特点，我所以这个介绍一下。现在我顺便介绍一下当时这个新一州的生活，他们的生活水平，对不对？一天3顿饭吃的饭啊，都是标准饭，没有改的，完全是一样的啊。什么饭？一个馒头，1碗米饭，1碗素炒包菜，洋白菜包菜素炒的，1小碟油炸的鱼，小鱼，像手指头那么小鱼啊，还有1碗的酱汤，酱啊，黄酱的酱啊，他们爱吃那个酱汤，这是标准饭。当然可以吃饱，当然没有别的，顿顿饭都是这个，这个是它的特点。当时在中国啊，只要你有钱了，你可以买很多食品嘛，啊，什么烤鸭什么都可以，你只要有钱。当时的中国，但是朝鲜没有标准饭。后来呢，他带我出去吃饭，不知道为什么，恐怕有人有意见，不在那个干部食堂了，带我到饭馆去吃饭。啊，那个饭馆的楼顶上就千里马的雕像，肯定是新一州最大的饭馆。带我去饭馆吃饭，吃什么呢？一样的饭，标准饭，还是那个一个馒头，1碗饭，一个素炒洋白菜，小鱼，酱汤，标准饭，没有别的，都是那个，这个就是它的特点啊。不过它跟中国有一些不同，它那个饭馆的墙上啊，挂什么呢？挂油画啊，这个说明呢，它这个是文化比中国这个文化高啊，对不对？中国的饭馆哪有挂油画？它挂油画，它这个重视文化了，对不对？那个油画那个要有一定水平了，对不对？才有油画嘛，对不对？那么服务员呢，要涂口红啊。那么那个吃饭的人，他是白领啊，打领带。这个在中国的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啊，斗争的就是这些啊，涂口红、打领带。那在中国是的，
当做是资产阶级嘛，那还行啊，是不是？那把你斗死了，你敢打领带涂口红啊？在朝鲜这涂口红打领带，这个是跟中国不同的地方。你看，它同样是社会主义，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活方式不同了，啊，非常不同了。那么晚饭送我回去，当然过那个马路了，啊，傍晚了，对不对？路上没有路灯的，黑暗，跟那个坟墓一样，啊，当然也没有小贩，啊，就跟坟墓一样，只有一个什么呢？金日成的雕像，它的夜景啊就是这样，跟坟墓一样。这个是见闻，我在朝鲜的见闻就是这样，跟中国的不同，是不是？啊，中国是正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啊，好了，问我11天了，问完了，没有什么可问了，对不对？最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问你的这些事啊，是我以个人的身份问你的。”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也就是说，不是政府问的啊，不是以政府的身份问你的，我这个是世人，这个实际上就是此地无银300两。你不说还好，你一说就充分暴露，你这个是非法啊，非法的这个什么呢？刺探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情报啊，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此地无银300两，为什么要解释这个？啊，我是一世人。就说明，如果政府问这个是非法的事啊，是不是？不可以的。问我这样多关于文化大革命刺探情报啊，他就此地无银300两。他说不是政府问的啊，这是我世人问的。最后跟我说这个话，啊，我心里都笑了，对不对？你不说还好，你说了落马脚了，对不对？啊，这是非法刺探文化大革命的情报。最后来了小吉普车，2个彪形大汉把我押上吉普车，但是不说到哪里去，是吧？是不是放我回社会啊，给我工作啊，让我留下啊，是怎么回事啊？他没有说，但是这个气氛不对头啊。2个彪形大汉呢，押我到吉普车，左右2个，一个，这个气氛不对头啊，很严肃的，要干什么？好了，那个吉普车一走，我一看呢，看什么呢？鸭绿江啊，完了，这下子啊，我的整个精神啊崩溃了，一定是送我回去啊，鸭绿江啊，好，再走一段路，看到了铁桥，那个吉普车就钻进那个铁桥了，就是奔向丹东了。我当时就抓住他们2个人的手，我说我不愿你回去。他们不说话，反正你不敢动啊，对不对？他不说话，我说我不愿你回去，他不说话，我就有幻想了。这个人呢，我的幻想是什么幻想啊？很怪的。我希望这个桥啊，无限延长，
但是这个是幻想了。一会儿停了，吉普车停，一看那个招牌，丹东市公安局，我的心啊凉了，全部崩溃了，精神啊崩溃了。我不愿意下车，那个公安人员就来了，把我拉下车了。我不愿意下车啊，拉我下车。完了，这就是又回到虎穴了，出虎穴入狼窝，现在又回到虎穴了。关我在丹东公安局看守所，这就是又是一个故事了。